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积压3年首播报上热搜，诚意轮椅飙戏虐哭全网，这剧值得连夜追。诚意轮椅飙戏登顶热搜，这部积压3年的过期糖凭什么让观众又哭又骂？当的词条在深夜图榜热搜时，很多人才惊觉，这部被遗忘3年的《南风知我意》，居然在初秋的影视寒冬里烧起了一把火。作为全程追更的剧评人，我必须承认，这部剧就像云南特产的酸角，出尝酸涩的皱眉，细品却回甘绵长。开篇5分钟的暴击名场面里，曾经意气风发的药物学家傅云深蜷缩在轮椅里，颤抖着撕碎合影，那双蒙着水雾的眼睛，瞬间让无数观众的心揪成一团。老酒庄新评的突围战改编自戚薇同名小说的故事，本质上仍是虐恋加救赎的经典配方。但当我看到第3集直升机降落在云南边陲的镜头时，突然理解制片人为何坚持实景拍摄在医疗救援的生死时速中，男女主的感情线意外生长出粗粝的现实质感。特别打动我的是剧中关于止痛药研发的专业刻画。傅云深拖着残腿深入雨林采样的段落，没有用慢镜头强行煽情，反而用沾满泥浆的试管和渗血的绷带，将理想主义者的孤勇拍得令人动容。这种将职业信仰融入感情线的处理，比工业糖精高明太多。不过必须客观说，当傅家兄弟戏强、车祸失忆等古早梗连环上演时，我确实忍不住对着屏幕扶额。但神奇的是，每当想弃剧时，诚意的微表情总能精准狙击泪腺那个听见爱人声音时从耳尖红到眼尾的细节，简直是把破碎美学玩到了极致。作为从琉璃追到莲花楼的老观众，这次着实被诚意的蜕变惊到了。前期清爽的顺毛造型加白大褂，演活了科研新贵的书卷气；后期坐在轮椅上的美珍画面，连手指关节都在演戏。最绝的是雨中争吵戏，泛红的眼尾带着3分怨7分爱，嘶哑的声线里压抑着汹涌情感，让人完全忘记这是演了40多部古装剧的演员。张雨绮的表现也超出预期，当她举着手术刀说出我的战场在手术台时，那种专业气场与以往傻白甜女主形成鲜明反差。印象最深的是给男主复健的戏份，他边按摩边落泪却不肯擦的细节处理，把成年人的隐忍爱意刻画得细腻动人。这杯过期糖该不该嗑？追完以更剧集后，我的心情就像剧里反复出现的云南咖啡出入口的酸涩，需要耐心品味，但回甘的余韵值得细细咂摸。如果你是细节控演技粉，诚意的封神哭戏和张雨绮的爆发戏绝对值回时间，但若对狗血桥段零容忍，某些情节可能会让你脚趾抠的。个人特别想为实拍场景打 call， 苍山洱海的空镜美得像国家地理纪录片，比起绿幕棚拍多了份治愈能量。当傅云深在雪山脚下转动轮椅时，天地辽阔与人物渺小的对照镜头，瞬间让老套的救赎梗有了哲学意味。在这个倍速追剧的时代，南风知我意就像需要文火慢炖的药膳，它不够颠覆创新，却用真挚的表演和考究的制作，在积压剧必扑的魔咒里撕开一道口子。至少对我来说，看到内娱终于有演员能用演技把俗套桥段演成高光时刻，这个秋天的眼泪终究没有白流。